成年后，妈妈让我们抽取系统，姐姐幸运抽中智多星系统，我倒霉抽中窝囊废系统。后来姐姐创业成功，成为著名女企业家，却被爸妈道德绑架，被亲戚疯狂吸血。因为一次不帮忙，亲戚怀恨在心，举报姐姐身上有系统，害她被研究所抓走，当成实验体，惨死在手术台上。而我因为怯懦好掌控，被金圈阔少夸乖巧懂事，路砸3个亿娶我入豪门。在睁眼回到妈妈让我们抽系统当天，姐姐不顾妈妈阻拦，抢走窝囊废系统。窝囊废系统是你妹妹的，就是你抽出来，那也是她的。你是姐姐，不能抢妹妹的东西。妈妈火急火燎地去抢姐姐手里的系统，我讥讽地看着妈妈做戏。呵，以前李欣抢我的衣服、我的玩具，甚至抢我的奖品时，她怎么不说那是我的东西？我妈想让李欣得到智多星系统，可她怕直接将智多星系统给李欣，外人会说她偏心，因此她专门定制了一个盒子，预先放着窝囊废系统，谁第一个抽，谁就会抽到窝囊废系统。李欣紧紧藏着窝囊废系统，将其护在身后，眼神不善地扫过我。把窝囊废系统给我！妈妈恨铁不成钢地瞪李欣，她对李欣猛眨眼睛，疯狂暗示李欣，可李欣却对妈妈极为警惕。妈妈刚转头，准备去喊爸爸过来制服李欣，交出系统时，她就绑定了窝囊废系统。妈妈听到绑定系统特有的声音，连忙回头，可想阻止已经来不及。妈妈又气又恨，愤愤不平地扬起巴掌。她舍不得打李欣，骤然转身，带风的巴掌重重甩在我的脸上。你为什么不赶紧抽系统？要欣欣先动手，是不是存心气我？李欣绑定窝囊废系统已成定局，妈妈恨恨地把抽系统的盒子扔到地上，随后拉着李欣离开。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李欣神采奕奕，凑近我的耳畔，压低声音：妹妹，这次轮到我去豪门享福了，至于你，就等着被抓进实验室吧。对上他歹毒的眼神，我笑了。活了一辈子，还是没长进，活该他上辈子被玩得团团转。盒子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滚到我的脚边，我蹲下将其捡起，小心翼翼地擦干净，按照程序绑定。第二天，家里没钱给你买资料书，补习费也没钱交了，你快成年了，不能总待在家啃我和你爸。他强硬地把我塞进亲戚的黑心小作坊，可转头他们就给李欣报了封闭式性格培训班，企图干预系统的能量，不让李欣变成一个窝囊废。李欣四仰八叉躺在沙发上，翻了个白眼。你们瞎操什么心？我以后会嫁入豪门，你们等着享福就行了。爸妈不肯罢休，将他绑进性格培训班，他们满怀期待，可培训师让李欣做什么，他都能在常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把事情搞砸。最后培训师甚至愿意退还所有费用，也不想继续教李欣了。我怕自己教着教着被李欣的无能和怯懦传染。培训师走的时候，李欣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喜悦极了。毕竟爸妈让他做什么，他都搞砸。爸妈不得已放弃改变李欣的性格这条路，他们盯上了我。爸妈把我从小作坊接出来，每天给我洗脑。是姐姐把系统让给你，你以后要对她好。你要知道，没有姐姐的牺牲，你现在就是个窝囊废。你发誓一辈子对姐姐好，绝对不当白眼狼。无论爸妈说什么，我都低眉顺眼的答应。我现在不能表现出叛逆，不然他们就会把我送回那个暗无天日的黑工厂，让我无法接触外界，那样即便我有系统，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。这天我放学刚回到家，他指挥我给他洗水果。学吧，反正等你学完，以后赚的钱都是给我的。我低头，嘴角缓缓勾起。谁规定的？他们会伸手抢我的东西？我长腿了，难道就不会跑吗？高考当天，李欣故技重施，喊肚子疼，爸妈忙着送他去医院，没人想起我今天高考。李欣回头对我挑衅一笑，好像在说：看吧，即使你成绩好又漂亮，可爸妈还是最喜欢我。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，尤其是考完之后，我回到家，家里一片寂静，爸妈还在医院照顾李欣，冰箱空空如也，像是专门被人清空似的。他们只是李欣的爸妈，只会担心他吃不饱穿不暖。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冉冉，你在家吗？好朋友林娜的声音伴随敲门声传进来。我打开门，饭菜的香味争先恐后涌进鼻腔，我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。林娜把饭菜递给我，饿了吧？你赶紧吃，别饿坏了。林娜比我大3岁，是个女混混，但她是我的好朋友。前世是她一直鼓励我，才让我战胜系统。漫长的等待后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如愿成为省状元，可家里却一片阴翳，因为李欣只考了268分，她很生气。明明她上辈子虽然窝囊，但是高考考了600分，擦线进了 A 大，并且在 A 大认识了阔少老公的。我这一世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欣欣，你只是发挥失常，复读再考一次，分数肯定比李然高。妈妈神色复杂，她不懂为什么她处处培养李欣，她还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李欣不听妈妈的劝导，我不要复读，我要上 A 大旁边的职业学校，学校离得近，那我照样可以去 A 大认识金圈阔少，早日成为豪门少奶奶了。读这个书干嘛啊？自己找罪受吗？劝不了李欣，妈妈拧着我的耳朵，将我拽进她的房间。你姐不能读个破大专，你今年也别上大学了，给她辅导，明年你们姐妹俩一起上 A 大。妈妈连夜让爸爸把我带回老家，
将我关在房间里，并且收走了我的手机和电脑。学校领导和招生老师打电话给我，都是妈妈接。她笑盈盈地告诉他们，然然出去旅游，手机落在家了。各大名校抢夺我时，妈妈提出条件，哪个学校愿意收欣欣，然然就去哪个学校。结果没有哪个学校愿意要她。妈妈带着李欣怒气冲冲回到老家，一进门，妈妈就破口大骂：你怎么这么没用？成了省状元，却连顺便把你姐带进大学都做不到，考这么高的分有什么用？得了，就跟之前说的那样，你今年就安心在家辅导你姐吧。你姐什么时候去上大学，你就什么时候去。妈妈铁了心不让我今年上大学。之后招生老师给她打电话，她直接恶语相向，问候人家爸妈。转眼到了填志愿的时间，李欣拿着平板走进我的房间，得意洋洋地将平板对到我眼前。我要去上大学了。姐，妈妈不是让你复读吗？复读什么？我要去 A 大上学了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她不会要假冒我去上大学吧？高考前看到女同学被小混混猥亵，我就下来，还帮她报了警。可第二天，她却说猥亵只是我，小混混是亲来的，我被警察带走，被世人冠以猥亵犯之名。逼不得已，我妈留下血书，选择在学校跳楼，以此证我清白。而我找到女同学，质问她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，女同学却说小混混是本县首富的儿子，她得罪不起。在睁眼，我回到看见女同学被猥亵那天，这一次我选择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你放开我，赶紧放开我，再不放开我，我就要喊人了。我瞥了眼小巷内的两人，转身便走，身后好似隐隐传来呼叫声，但这与我何干？我回到了家，在换鞋的时候，妈妈拿着锅铲出来欢迎我。我们家小天才回来了，今天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豆角排骨焖面，快去洗手准备吃饭。妈妈是我最后的亲人，在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因为意外离开人世，为了照顾我，妈妈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还不到50岁，鬓边就已经生出白发。我看着妈妈的笑脸，想到上一世的事情，眼泪不受控制流了下来。小明，是谁欺负了你不成？告诉妈妈，妈妈去给你出气。没有人欺负我，只是一想到我能保送北大，以后能带你去首都享福，心里就高兴。谁让我家儿子厉害？是啊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快点长大，能够让妈妈好好享福。上一世本该早早实现愿望，我保送北大，不仅学费全免，还有全额奖学金，可以极大的减轻妈妈的负担。等到毕业，靠着学历总能入职大厂，赚取薪资。可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却毁了我，毁了我的家。我原本一片光明的未来变得漆黑一片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去多管闲事，可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了学校。你昨天为什么见死不救？有病！昨天路过这么多人，怎么就逮着我一个人不放？你在说什么？昨天下午放学，你明明可以救下我，可你却选择了无视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柳如烟说的话很大声，周围还在复习的同学纷纷抬起头看了过来，一副有瓜吃白不吃的模样。我低着头做着题，没有搭理他的想法。柳如烟见状，夺过了我手中的题册，当即撕了个稀巴烂，顿时怒火中烧，起身给了柳如烟一巴掌。你敢打我，刘峰！你竟然敢打我！你是不是做贼心虚？那个人是不是给了你钱，让你对我视而不见？还是说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？有病就去治！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根本听不懂。刘峰，你他妈毁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，你他妈怎么不去死？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的事儿关我屁事！上一世你才是真正毁了我的未来，要不是你贪慕虚荣、忘恩负义，我的人生怎么可能一片黑暗？我妈妈怎么会以死自证清白？柳如烟想要和我厮打在一起，可惜她的力气在我这里不值一提。但好在事态发生严重之前，班主任走了过来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去复习！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，个头不大，但整个人气魄十足，几句话的功夫，让原本还在凑热闹的一群人轰然离开。她指责班上同学的不懂事，浪费仅剩下来的高考时间，还说让他们学习学习我。这次事情就是刘峰整出来的，老班头，你可别包庇。班主任挑了挑眉，走到我面前，看了眼我和柳如烟，没有开口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倒直接让我们去了办公室。我对班主任的态度没有任何反感，反倒还挺乖巧。毕竟上一世只有他站出来劝我妈妈从天台上走下来，并且拿着妈妈写的血书发到了网上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一定是想要包庇刘峰这个畜生！你看他保送北大，能给你添几分面子，故意让我们去办公室，就是想要趁机包庇他。班上那些原本对我有意见的人，在瞅见了柳如烟这副模样，看向我的眼神变成了同情，还有一丝嘲笑，竟然会遇到这种神经病。柳如烟，我不会因为刘峰成绩好就去包庇他，他要是做错了，我也照样会惩罚。他连续给了我2巴掌，一个大男人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2巴掌，你知道这对我造成了多大伤害吗？你在撕我书的时候，可没有一分柔弱女孩的模样。你们俩都给我去办公室！班主任身上的气魄十足，哪怕我重活一世都不敢与他对视，难怪这么多人怕他。不过他也很快镇住了柳如烟。柳如烟瞪了我一眼，气冲冲离开了教室。办公室，我和柳如烟说清楚事情的原委。刘峰，遇到同学应该帮助，算了，我也不能道德绑架你，最起码也应该报个警。
我后半辈子毁了，全都怪你。可老师，我昨天真没听见，我没听见没看见的事儿，让我怎么帮啊？而且你看一下柳如烟的态度，我甚至都怀疑，要是救了她，她会不会倒打一耙，认为是我救的晚了，或者是干脆污蔑我呢？你个畜生，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不是人？你何止不是人，拿你和畜生并列，我都认为是在夸奖你了。柳如烟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报警吧。报警？不行，报警了后，我下半辈子不是毁了？我的清白谁来买单？自然是猥亵你的那个人，犯罪的又不是你。班主任说得很干脆，毕竟他在这个小县城教书多年，遇到的事情数不胜数，对于解决这种事情更是得心应手。柳如烟眼神闪躲，不敢吭声。老班说的没错，我看直接报警好了，谁有罪就该被抓起来治罪。柳如烟有些不情愿，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若是说不报警，未来对他的谣言闲话或许会更多。小地方就是如此，受害的是女人，最后被骂的往往也少不了被害的女人。好，我和柳如烟坐上了班主任的车，一路来到警察局，说明了情况后，警察立即安排人手展开调查。这一切本就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连个路人都算不上。简单了解之后，警察便让我先回去了。警察同志，刘峰那个人扎毁了我的未来，怎么可能是无罪？你是不是看到他成绩好，刻意想要包庇他？刘峰同学并没有犯罪，他只是路过，甚至都没有发现你被人侵犯。这个人肯定是装出来的。我在喊救命的时候，看到他往我这边回头了，他肯定知道我遇到危险被侵犯了，他是故意见死不救。且不说他当时究竟有没有看到，就是看到了，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，不见义勇为就是犯法。万一侵犯你的小混混身上有武器，他选择救你，也会身处危险之中。最佳的办法就是立刻报警，远远的喊，先试图呵斥罪犯终止犯罪。当然，这里面有个大前提，就是他得看到才行，看没看到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警察的表情很是一言难尽，没准跟我想的一样，遇到柳如烟这种人，不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柳如烟往地上一躺，再次嘤嘤哭了起来。你们就是看我是女人好欺负，刘峰没救我就是他的错，我的下半辈子都毁了，他要赔我钱，他要对我负责。这位同学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菜市场。虽然你是受害者，但你要是继续这样胡搅蛮缠，我们有权对你进行拘留。现在对你进行第一次警告。后续，柳如烟留在了警察局，负责提供线索去抓捕犯人。我坐着班主任的车回到了学校。我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，以为这件事情会暂时告一段落，但隔天他竟再次带着警察来到班级上，指认了我。事情好像再次回到了原点。就是他，前2天在小巷猥亵我的那个人，他还威胁我不许说出真相，否则就杀我全家。我穿越到最不受宠的小公主身上，可当我能听见他们心声后，却发现全家没有一个正常人。老子想要后宫佳丽3000，可小老子不允许。你一撅屁股拉几个8分蛋，我都知道，你还跟我装？我是在肺叶炸裂般的疼痛中清醒的，腥臭的糖水灌进鼻腔，呛得我几乎窒息。我奋力爬上岸边，才知道自己穿成了小公主，每天饿得只能啃食墙角野草。今日这群世家子弟狞笑着将她推下池塘，为的只是巴结尚书之女。我就说她死不了吧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她真死了呢。死掉了也无所谓，不过是个逼女生的贱种。父亲说要和尚书大人搞好关系，我一定会得到夸奖的。瞧瞧，像只落水狗，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。好笑吗？哟，小贱种生气了，难不成你还敢对我们动手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袖子，突然弯下腰，双手捧起池塘的水，猛地朝他们泼了过去。那几个世家子弟猝不及防，被泼了个正着。疯了吧，你这个小贱种！我再不受宠，也是大楚的公主，我是主，你们是臣。他们狼狈地抹着脸上的水，撂下一句狠话，转身就跑。我浑浑噩噩地走向皇宫大殿，皇帝和皇后坐在上座，一旁坐着的是皇贵妃，她的身后是那几个富家子弟和尚书之女。一个贱婢都能生，凭什么本宫生不了？皇上，您可要替臣妾做主啊！七公主小小年纪就如此跋扈，以后怕是要给皇上惹出大乱子。皇贵妃在台下演得卖力，可显然台上的观众并没有看。皇后坐在凤椅上，左瞧瞧右看看，心声传入我耳中：老娘这是穿了。后宫佳丽3000，我不朕来了。我的妈呀，穿越是个团购吗？3人成团。皇上，您要为臣妾侄女做主啊！陛下这孩子长得好像我的月月，不过怎么浑身湿漉漉的？皇贵妃是觉得本宫闲得慌，小孩子之间那玩意儿也值得你上这告状。皇后话落，场上人皆是一愣，这大姐还是东北那旮瘩的。从前皇后可是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，今日怎么好像换了个人？我靠，我媳妇儿不行，不能让她知道我也穿了。皇后这话不对吧？3岁看8世，现在就这么跋扈，以后还得了？皇后瞥向皇上，一个眼神下的皇上马上一开眼，不敢与之对视。王富贵，你一撅屁股拉几个8分蛋，我都知道，你还跟我装？鸭蛋儿，你叫什么来着？
回皇后娘娘，我叫楚饶。饶丫头，你说咋回事？我描述了一遍事情经过，避开了他们杀了原主的情节，直往小孩子之间的打闹过度讲。而且以皇贵妃和尚书府在朝中的地位，我并不觉得上座那2位会护着我。七公主骨子里流着贱婢的血，没有教养还心狠手辣，就应该扔尽慎行，好好学学礼仪，求皇上严惩。竟然对一个孩子有这么大的敌意，好想撕烂他的嘴。不行，我现在是皇后，要有仪态。小孩子之间打闹，小成就行。你家那几个回去把四书五经抄个9981遍。至于七公主，哎，小可怜，碰见我是你的福分啊。七公主自即日起养在本宫膝下，本宫会好好管教。皇上，贵妃这是信不过本宫，臣妾不敢。这个贱人仗着身份竟然打压起本宫来了。皇上觉得如何？朕觉得甚好，朕还有公务要忙，先走了。死推，快跑！媳妇儿生气了。皇上走了，这出闹剧也结束了。皇贵妃临走时恨恨地看向我，该死的小贱种，你以为有了皇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皇后和你，本宫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恭送贵妃娘娘。那孩子走的时候也像她这么大。来人替七公主洗漱更衣。圆圆是皇后的女儿吗？长耳多谢皇后娘娘怜爱。你应该叫本宫母后。这孩子怎么瘦了吧唧的？该死的是丽眼奴才。我被宫女带下去洗漱更衣，工人们一改往日怠慢的态度，全都小心翼翼。我在母后的偏殿里蜷成一团，被子裹得像只蚕蛹。昨夜没有冷宫漏风的窗，没有嬷嬷掐着点来掀被褥，竟难得睡到日上三竿。直到2个小宫女在门外蛐蛐的声音钻进耳朵。圣上昨日一口气宣了6宫娘娘事情，你猜今早进士房怎么着？说呀，6个小主全被原封不动抬回去了，连锦衣的系带都没解开。天爷嘞，圣上怕不是有隐疾，不能人道。他拉着绣鞋往皇后寝宫冲，我是去请安的，不是去吃瓜的。刚走到凤仪殿门口，就听见殿内哐当一声碎了个茶盏，母后中气十足的东北腔震得梁上灰簌簌掉。王富贵，老娘谢了你大胯。朕是皇帝，3妻4妾实乃正常。皇后此举有失母仪风范，老子想要后宫佳丽3000，可小老子不允许啊！呜！王富贵，老娘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以为你文绉绉的老娘就认不出你了？3妻4妾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给点面子。别，大白天你这是干哈？宫里都传你不能人道，我看看是不是把小的落下了。小老子灵剑谋坏啊，咋就对那群妃子硬气不起来？该不会你丫还认人？此时殿内传来布料撕裂声，混着皇上哭腔。大宫女红着脸把我往外推，我揉着憋笑憋痛的肚子。此刻她正在咕咕叫着，突然被一股辛辣鲜香勾了魂。这味道是火锅，凉亭里红汤翻滚，少年正夹起一片颤巍巍的毛肚涮进辣锅。怎么是厨艺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填饱肚子要紧。昭儿见过大哥。报知小丸子。我后颈汗毛刷地立起来，这心声裹着粘稠的吞咽声，像恶兽盯着砧板上的活肉。大殿下，这是您妻妹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丧尸了，怎么能对人有食欲呢？不行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小老妖看起来更好吃。啊，大哥，丧尸。小丸子，不，小老妖，这么多东西我自己吃不了，一起吃吧。我筷子间抖成筛子，不知该从何下手。楚义看我不吃，把整盘肥牛推到我面前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和楚义来到了凤仪殿，朱七郎柱下站着个悬衣少年，正对着宫墙练表情管理。给母后请安，太生硬，您凤体安康像咒人。今天天气哈哈哈，是不是傻？这二哥怕不是精分本分吧？二哥好。我坏心眼地拍了下他的后背，楚昭恒一个大跳，瞬间退至1米开外。大哥安好。楚义看起来好凶，不能和他对视。二哥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？妻妹也安。走吧，晚了母后会怪罪我的。狼屎，敢抢，撕了你！我一蹦一跳的走在前面，心里却不自觉发颤。二哥说的没错，大哥果然好恐怖。为了赢得5000万，我们全班50个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恐怖 ICU 游戏。第一句游戏规则是：现在选出来一个人来去死。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票投给了平常班上最不欢迎的李海。结果就在李海心如死灰等死的时候，游戏规则2条响起来：现在由刚刚被选中的人选择去死的人。我惊恐的抬头，因为李海最想弄死的人是我。欢迎各位来到 ICU 副本游戏，通关玩家将瓜分5000万，失败玩家死。一间酷似 ICU 的房间里面，我们班50个人全部站在里面，而我们每个人身上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，有白大褂，有护士服，也有病号服。我身上就穿着一件病号服，还插着无数的管子，看起来很像一个重症病人。这穿着的衣服是什么意思？是让我们扮演 ICU 里面的角色吗？管他嘞，反正完成游戏就可以拿到钱了。请各位安静，来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大家一起通过游戏，互帮互助，刚好平分5000万。另外，队伍听班长的，让他带着我们通关。
现在宣布第一条规则。后面剧情更炸裂，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给兄弟们更新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5系，只花了8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现在选出一个人来，让他去死，否则其他人全部死。我就说这个方法不行吧，主办方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让我们所有人毫发无伤拿到这笔钱？对于这个计划，副班长是唯一一个反对的，因为他想分多点。你别闹好不好？都是同学，难道我们非得只一个人去死吗？对啊，难道我们真的要让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去死吗？咱是不只认一个同学，难道要大家都去死吗？不死一个人，难道要我们所有人都去死吗？吴华，你要巩固地位，你别拉上我们去死。副班长话一出，大家虽然没有表态，但是脸上多少有些赞成，毕竟选一个人去死和全班死，哪个做法正确谁都懂。但是如果一定要一个人去死，那要谁去死呢？难道有人该死吗？当然是他了，相信大家都会选他吧。我看向副班长指向的地方，心里了然，那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身上邋里邋遢，还带着臭味。全班第2讨厌的李海，见副班长指向他，立马有人应和：对，让李海去死，早看他不顺眼了。他死了，我们还能多分钱，让他死。对，别祸害我们。凭什么？就因为我平时和你们不合群，所以就要选择我去死？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低头，大家都默契的把票投给了李海，包括我。见我也举手，李海突然冲过来给了我5拳。你早就想我死了是吧？因为那件事，你一直记着。面对李海的崩溃大喊，我没有解释，而是看向其他地方，心里的愧疚一闪而过，但是我举着的手没有放下来。好了，李海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大家都选择你，我没有办法。哎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叫我们来参加这个游戏，我压根不用死。有那力气打人，还不如在原地等死吧。不，我不想死。为什么？明明说好一起完成任务出去的。如果我可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别忘了上瓜子看看。如果我可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你，向阳。没想到他还是那么恨我，好在一会他就要死了。现在由刚刚被选中的人选择去死的人。什么情况？让李海只一个人去死，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别选我，别选我，我只是随大流。对不起，李哥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不要记仇。向阳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完了，不管是刚刚还是因为那件事，李海最想弄死的人是我呀！我和李海结怨，是因为我目睹了李海杀人。那个人原本是我们班的同学，李海将人推下楼梯，又在他在 ICU 监护的时候拔了他的管子，2次都被我撞见了。李海想杀人灭口，而现在刚好是他杀我的好时机。向阳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了。看来今天是逃不过去了。我要照着去死。你凭什么要我去死？为什么不让向阳去死？难道该死的不是你这个杀人犯吗？后面剧情更炸裂，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给兄弟们更新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5系，只花了8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你不是想弄死我吗？先弄死你，我再弄死向阳。现在主角被选中的人啊，什么情况？救命！快救我！副班长的腿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曲折着，他痛苦地捂住脖子，脸上因为缺氧一片青紫。有人想上去帮忙，一靠近副班长，腿部也曲折起来。啊，别靠近！副班长想向我们求助，但是我们一个个都往后退。僵持了一会儿，副班长死了，倒在地上，瞪大双眼，看起来死不瞑目。啊，他怎么和那个人死的模样一样啊？终于死了。2个月前，我们班一起去秋游，途中周月不小心摔断了腿，腿也是这样曲折着。当时有人想帮他，却被副班长一把拦了下来，扬言谁帮他就被他针对，甚至不知道他和李海说了什么。李海趁着人都不在的时候，掐住周月的脖子，看起来是真要杀他。如果不是因为刚好有人路过，周月就死在那里了。不过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在医院躺了几天，也死了。放心，向阳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难道要全班都出不去吗？班长，你不用装好心，要是可以，一会我杀完向阳就弄死你。既然李海要我死，不然我先下手为强。第2关，请诸位模拟 ICU 病重抢救，如果放弃抢救，则扮演病人的同学死。突然 ICU 里面的仪器疯狂滴滴的叫嚣，我不明所以，下一秒竟出现在了病床上面，浑身剧痛无比，身上被插了无数管子，连脸都戴着氧气面罩，而李海却穿着平常的衣服，只是上面多了家属2个字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向阳，你去死吧！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别忘了上瓜子看看。为了赢得5000万，我们全班50个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恐怖 ICU 游戏。宝子们，着急看小龙的密室，可以点击左下角按钮下，在炎炎故事 APP 搜索栏输入小龙的密室，精彩结局抢先看。
我操，这是给我干到哪来了？竟然穿越成了一条幼蛇，这是连人都不给当了吗？他们都还没破壳，而我却这么早出来，会不会被当成卷王？这不符合我的人生啊！哎，反正都不是人了，先睡一觉吧。检查到宿主的意愿与本系统完美契合，无限血气成长系统绑定成功。我就知道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，典型的主角派金受制，这是不需要努力就能变强了。无限血气成长，宿主每睡1秒都将获得1点血气，且没有上限，多睡多得，请宿主务必抓住一切时间多多睡觉。我操，这么爽！1秒1点血气，那我睡1000秒就能成为一阶妖兽了，动个面岂不是直接天下无敌了？然而，就在许仙睡得正香甜时，脑海中突然传来一个女子兴奋的声音：“我没死，我就知道，我堂堂圣朝凌霜女帝，怎么可那么容易陨落？”什么情况？凌霜女帝谁啊？该死的老杂毛，居然敢用美男计算计我！等我回去，你们就死定了！看老娘不把你们一个个捆成粽子，然后扔到合欢老妖的床上！这条一脸蠢相的小花蛇，就是朕这具肉身的便宜哥哥吗？这也太丑了吧，简直辣眼睛！幸好朕是纯色，一身的金色花纹，将来发型也漂亮。虽然哥哥的资质不行，也没有朕冰雪聪明，但朕只要开恩提携他一把，日后让他成为一个拉车的龙马，也不是不行。什么朕不朕的，不管了，还是先睡觉吧。睡了一觉的许仙醒来之后，感受到身体里旺盛的血气正在奔涌。这么快就突破1阶了，这才过了17分钟。姐，本尊又活过来了，果然不出本尊所料，这转修之法确实是个宝贝。这叫声听着不像好人呀，算了，不重要，继续睡觉。一帮多管闲事的种中枯骨，待本道君回去，定要将你们都挫骨扬灰，连入我的万魂幡中。难以抑制好奇天性的许仙强忍着瞌睡，探头出来看了一眼。这就是本尊在这一世的兄弟吗？模样虽然丑了点，不过没事，连入万魂幡后边也看不出美丑。听闻血脉至亲者，神魂将会有感应，连入魂幡做主魂，更加妙用无穷。姐，溜啊，太溜了！一个女帝，一个魔尊，这你妈都是什么弟弟妹妹啊？你一个就是才破壳，不然我一个甩尾过去，管你什么魔不魔尊的，我给你一个脑瓜崩！系统，我为什么能听到他们的心声？只要在宿主身旁10米之内，有灵智且修为不超过宿主3个等阶的妖兽，宿主都能听到他们的心声。他们能不能听到我的？不能。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系统，我能屏蔽他们的心声吗？叽叽喳喳的很打扰我睡觉。可以。这下可以安心睡觉了。恭喜宿主成为2阶妖兽，炼化点+1。我手机呢？点个外卖。所以做条蛇该怎么填饱肚子呢？要不咬口蛋壳尝尝？听说有些卵生动物是会吃蛋壳的。系统解除屏蔽。原来这条丑蛇也不知道蛋壳不能吃的。你这个女帝明明也啃过蛋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还嘲笑我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是在笑朕吗？莫非是看到了朕蛋壳上的牙印？不可能，幼蛇不可能这么聪明。难道他跟朕一样是重生的？就在这时候，右边的蛋壳也露出个脑袋。许仙和女帝同时转头看了过去。奇怪，这2条蠢蛇为什么都看着本座？难道他们发现了本座有异常？这条黑蛇怎么突然转头了？莫非他还能窥视本座的念头？就在这时，洞口滚落下3颗鸟蛋。看来是本能感应到了动静。本座就说过，幼蛇神魂孱弱，怎么可能窥视他人心声？自己吓自己。许仙看着滚下的鸟蛋，突然，他身旁的2条小蛇窜了出去。他们先是各自用尾巴圈住了1颗鸟蛋，然后转头去咬中间最大的那颗。3颗鸟蛋，3条小蛇，你们有没有道德？怎么还多吃多占？系统，我的体魄和神魂怎么变强了？宿主，血气可润泽肉身魂魄，若是不主动催发炼化，提升速度会很缓慢。系统，我要使用炼化点提升体魄。1点炼化点可炼化1万血气，每100点血气可提升1点体魄。目前血气可使用1点炼化点数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开始。开始吧。为宿主安全考虑，系统已自动开启遮掩功能，为宿主隐藏血气波动，避免被他人感应到。如果需要解除，可再次呼唤系统。这系统还挺人性。宿主有新的任务的发布，教训不懂孝悌的弟弟妹妹，抢夺所有鸟蛋再分配。任务奖励炼化点+3，随机领种1个。这个我擅长。是谁偷袭朕？是谁偷袭本座？哪里？竟然是那个便宜哥哥。同样是一窝的蛇，怎么对方的成长速度这么快，但血势绝不能相让。随即2蛇立刻摆动身躯，冲向许仙抢夺鸟蛋。只听啪啪2声，2蛇再度被拍飞。本座怎么会打不过一条小蛇？鸟蛋不能放弃，丑蛇不过仗着体型大点，论灵智还不如旁边的小白机灵，方才定是巧合。再战，没用的，我的蠢妹妹，连条小蛇都打不过，朕的威严何在？
在家。许仙推动着2颗鸟蛋，鸟蛋滚到了两蛇的旁边。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你们毛都没有。两蛇赶紧吞下鸟蛋，开始来回扭动脊椎，利用身体的力量将蛋壳挤压碎裂，让蛋液流出。随即两蛇运转功法急剧消化。这应该和他们修炼的功法有关。看来这鸟蛋不一般啊，不像是凡品。许仙也吃下鸟蛋，然后学着一样扭动身体压迫蛋壳。随着蛋液不断流出，他感觉到一股微凉的气息充盈着他的胃，顿时感觉昏昏欲睡。恭喜宿主觉醒神通，食气化血，吞食1枚鸟蛋，获得神魂加11，体魄加33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奖励炼化点加3，随机领种1个。觉醒神通这么容易的吗？又过了几天，许仙醒来后感觉到身上奇痒无比，来到墙边来回摩擦，直到身上的皮退了下来。这下舒服了，怎么身体好像还变大了？我操，有着足足40万的血气了！我这是连续睡了5天吗？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穿成了换装游戏的主角，只有喜对头为我氪够50万才能回去。完了，他那铁公鸡，你要他拔根毛都困难，我命休矣。正是午休时间，傅林打开手机，他长按图标想把游戏删掉，我的小房间瞬间地动山摇。系统，直接整熄我吧，别整这小破游戏了。宿主你别急，我给你改一下程序，你去外面阻止他。不是，你给我弄到傅林的手机屏幕上了，你管这叫外边？邪了门了，怎么没有删除键？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踩着他的手机软件往上爬，打开他的备忘录，费劲的打字。傅林，你敢把游戏删掉，你就完了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。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？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，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，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，已经卖了3000多块，真的太香了。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。你是柳如烟？对，就是我。你不是在医院躺着吗？他伸手戳我，差点把我戳到了。你戳什么戳？神经！医院已经给你下达了病危通知，说说你要怎么回来？氪金？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给你氪金？小爷凭什么给你氪金？凭什么？算了，我还是摆烂吧。起来，软件在哪里？你不是说不给我氪金吗？傅林一脸嫌弃地点开花里胡哨的小图标，一边点一边还念念有词。红色的好看，再试试这件。10几分钟，我被他换了20多件衣服，甚至还在给我挑配饰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都不知道他那么喜欢玩换装游戏，一小会就花了100多。柳如烟，不是小爷我不帮你，主要是礼包才这么多，我全买完了。傅林把他在游戏里拿到的所有衣服都在我身上试了一遍，最后我穿着幼稚的小黄裙，脚踩棕色圆头小皮鞋，背着里面有2只丫丫的书包。把书包取下来，不好躺。晚上傅林工作时，把手机放旁边立着，无聊的我从这个软件跳到那个软件，他在球球上戳企鹅的脸，结果傅林戳我，我一下子从企鹅上掉下来。可恶，再戳我，我就把你软件全删掉。第二天，他大清早把我从被窝里扯出来，我人还没醒，他给我换上小裙子、高跟鞋。神经啊！人脚给他的办公软件戳了个洞，给傅林吓了一跳。姑奶奶，你再踹他就洗了。奇怪，你怎么突然就不开心了？谁早上5点玩换装游戏啊？你不睡，难道我不需要睡吗？那好吧，给你换回原始装扮总行了吧？算你识相，等姑娘要睡觉了。等我醒来时，傅林却不见了。系统说他喝了酒，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我本来还想找一找他的位置，结果下一秒傅林的脸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在手机上戳着我的脑袋。柳如烟，你想我没？不想我，你就点一下头；想我，你就点2下头。笑话，我怎么会想他？我刚点头，他手又戳在我脸上，他眼皮合上，声音越来越低。柳如烟，我也想你了。啊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他是不是疯了？我穿越到喜对头的手机游戏里，本以为这辈子出不去了，却意外发现他好像暗恋我。祝然，你脸怎么红了？你发烧了？他居然试图摸我的额头，他傻了吧？他摸的是手机。不应该啊，你现在都不是人。傅林把我头上的软件全部搬走，又开始逗我玩。别生气，生气容易变老。哼，我现在都不是人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傅林上班，我就在手机下方瘫着。傅林吃饭，我摊成长条，翻个身背对他。傅林半夜加班，我换了个地方继续躺。哎，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快乐，谁懂啊？你睡吧，别在手机屏幕上碍我的眼。我懂了，他嫉妒我，看我过得比他轻松，他心里不舒服。小心眼的男人。你说的对。系统，能给我头上加个气泡吗？打字真的很累。好嘞，明天就给宿主安排上。我睡觉起来之后，屏幕里的世界变了，我的小房间变成了大房间，房子里的东西看起来都高级不少。
后面剧情更炸裂。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给兄弟们更新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5系，只花了8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看向我的衣柜，双眼放光。小爷给你换衣服来了，这件上衣6元，加下装一起12元。这是超格的裙子，我充了648。磊冲送的精灵衣服和翅膀。停，别说了。我去找下气泡能充钱吗？给你换个粉色的气泡。抬头一看，气泡果然变成了粉色，还有2朵小红花。为了搭配我的气泡，他给我换了粉色的裙子、头发和饰品，顺带还把墙纸换成了粉色。你的少女心是不是要爆炸了？什么少女心？我这是少男心。没过多久，傅林玩换装游戏的是被公司的人看见了。那天我正在打盹，手机响个不停。有人在玩换装游戏，惊呆我了！家人们，好可爱！依依要用彩色麻袋把它打包带走，嘿嘿嘿！今天给她换了粉色的裙子，看到了，她鼻子也是粉色的，哈哈哈。消息马上99加，我看着消息嘎嘎笑。你看，他们在夸我可爱哎。傅林突然把我拎起来放在一边，又把消息点开，还在群里发消息。有一说一，粉色挺好看。粉色是好看，但咱实在没想到傅老狗喜欢粉色。还有，好同事，把你昵称换一下，看着怪吓人。改了。难怪他们叫傅林傅老狗，因为他是真的狗啊。好想问手机的主人要下载链接。如果上班时屏幕上有个小可爱，心情都会好不少。傅毅，助燃，你说是不是可以开发同类型的游戏？有用户群体，可以试试。傅林是有了想法就会去做的人，他马上就组好了团队，没过几天就做出了成品。当和我同款的小人出现在屏幕上时，我好奇的戳戳傅林，你看他还会生气，好神奇。我在傅林的手机里待了好几个月，傅林有带我去见过我的身体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一抬头看见傅林眼眶红了。傅林，你哭了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别忘了上瓜子看看。我翻阅到小朋的手机游戏里。宝子们，着急看小鹏的氪金下文的，可以点击左下角按钮下载炎炎故事 App， 搜索栏输入小鹏的氪金，精彩结局可抢先观看。我手机里面多了一个软件，饿了喵，点进去看，和普通的外卖软件没有什么差别，唯一不一样的是里面的配送费是罐罐猫条。无意中我用它点了一份外卖，没想到配送员居然是小猫咪。猫那么骑手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人，你是人吗？我是活人哎。人，不好意思，猫第一次接单，太激动了。呜。其实猫早就想来送外卖了，但是因为嘴巴太臭了，一直没拿到卫生许可。送外卖很辛苦的，你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呀。谁说送外卖不好啊？送外卖可太好了。不一会儿，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我开心的跑了过去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一只暹罗猫嘴里叼着一份沉甸甸的外卖挤了进来。小猫咪，你是走楼梯上来的吗？人是傻人，猫是聪明猫，猫当然是坐电梯上来的。放下外卖后，直接一下跳到了我的怀里，脑袋在我的手上蹭了蹭。我一只手抱着它，一只手去拿早就准备好的罐罐。喵喵小骑手，你的配送费是几个罐罐呀？人，猫可以不要罐罐，猫只想要你多抱抱我。小猫咪，你有主人吗？怎么一个喵出来送外卖？猫也养了人，和你差不多大。人经常背小盒子出门，有时候背大盒子，但是背大盒子出门的时候就很久不回来。人的爸爸妈妈不喜欢猫，只给猫吃饭，不和猫玩，猫很伤心，猫想要人被摸摸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。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它是主人不在家的小猫，我是没有小猫的野人，一人一猫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相互取暖。没多久，它从我的怀里跳了下来，用锋利的爪子一下子把外卖袋撕开。人，吃饭，猫伤心的时候就去吃饭，吃了饭心情就会好。小猫咪，你陪我一起吃饭好不好？猫已经吃过了，不过猫能陪你一起吃。和小罗吃完饭后，我就抱着它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第二天睡醒，我没有着急的去找工作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。去市场把排骨买回家后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对了，是蔬菜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饿了喵上面下单了。喵妈妈骑手很不高兴为您服务。人，是你呀，喵高兴。你为什么吃草？草没有营养，吃完肚子也是空空的。差不多1个小时，阳台才传来动静。小梨花把外卖放下后，还朝我丢了一只滋滋叫的老鼠。人，不要只吃草，喵捉老鼠给你吃。小梨，你等等，我还没有给你报酬呢。喵这次的订单超时了，喵不要报酬。但你是因为捕老鼠在路上耽误了时间。我把做好的菜端出来放在地上，突然外面雷光乍现，小梨花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就要离开。人，喵有事要先走了，喵的弟弟妹妹还在外面，喵要保护他们。
说完不等我反应，头也不回的纵身一跃。这时一声惊雷劈下，瓢泼大雨不要命的往下泼，淅淅沥沥的声音击打在我的心上，令人十分惴惴不安。我意外发现了一款伟人测试的游戏，当我打开试玩了一阵后，生活一切都开始变得不正常了。开门，古北，给我开门！感觉他下一刻就要夺门而入了。这时候打帽子叔叔电话已经来不及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向右，大晚上哐哐敲人家顾北的门干嘛？我孙子都被你吵醒了，正哇哇哭呢。我糟蹋有死！哎呦喂，你这笑得怎么这么瘆人？你别敲人家门了，顾北估计睡着了，这大晚上吵到邻居也不好。赵婶丢下一句话就匆匆离去了。猫眼中，向右盯着赵婶的背影若有所思，下一秒他的脑袋瞬间就转了过来，用瞪大的眼睛紧紧贴住猫眼。我被吓得连忙后退几步，再凑上去，猫眼里已经没有了向右的身影。难道他是伟人吗？我打算回去再看看电脑，突然一阵大风从阳台吹进客厅，将窗帘都扬了起来。我转身将阳台的落地窗关上，并从里面反锁了开关，又将挂在客厅的铃铛挂在了门把手上。只要有东西试图从外面拧动门把手，那么上面的铃铛就会掉下来。回到了房间，电脑在经过重启过后，主页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之前那个伟人测试软件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。伟人好像已经盯上我了，更可怕的是，伟人就住在我隔壁。桌子上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打开来电显示，一看是个陌生来电，我没接也没挂，打开静音就让它自顾自的震动。过了一会，电话的另一头应该是觉得我不会接电话了，便将电话挂断。刚松了口气，电话再次震动了起来，还是那个陌生号码。不能接电话，还是直接关机吧。然后扑通一下钻进被窝。第二天起床后，我发现屏幕上显示了99加的来电短信。只要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应该不能把我怎么样吧。打开房门，我的目光凝固在了地面的铃铛上，看来昨晚有东西想从阳台进来。将大门打开一条缝隙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没人。我松了口气，钻出门外，刚关上门，向右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后，总与登岛利喽。哎，向右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怎不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向右，你快松开我吧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他像是在思考，过了一会儿竟真将我松开了。我没敢多做停留，脚步飞快地离开了这里。向右的目光一直紧贴着我的背影，脑袋竟耷拉到了肩膀上，刚在工位坐下，肩膀就被一双手搭了上来。早啊，顾北，你干嘛？知不知道人吓人，吓死人了！怎么了你？一惊一乍，是不是昨晚做贼去了？担心被抓？我还真怕被抓。你还在这跟我瞎聊，待会儿主管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切，我能怕这个老扒皮？嘴上说着不怕，李阳还是乖乖地走到自己的工位上。我则打开飞度，连书搜索了一连串伟人的词条，但网上却没有对此相关的记载。不可能啊，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？难不成都被人给抹除了？我心里正疑惑，却听到不远处的李阳发出一声惊呼：我操，伟人！我遇到一只能说人话的小猫鬼，它缠着我让我帮它找到主人，可惜它吃不到活猫能吃的东西。我带着它去楼下店里偷吃贡品，那家店离我家并不远，于是我和小三花准备一路溜达着过去。这个滑滑梯，原来主人带猫来玩过；这个秋千，主人带我荡过；这个沙坑，我埋过爸爸。你这么没素质！放屁！整个世界都是猫的猫砂盆，好不好？忽然，一只橘猫慢慢悠悠地从我的脚边走过，小三花突然急切地叫了起来：招财！哎，招财！是你认识的猫？不确定，但好像是猫以前的好朋友。人，你去问问他认不认识猫的主人。我追了过去，包了一块火腿肠丢了过去。橘猫喵了一声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旋即晃着他那肥胖的身躯走到我脚边，开始啃火腿。小橘猫，你认识这个小三花的主人吗？招财！招财！招财！小三花急切地从我的肩膀上跳了下来，朝着橘猫喵喵直叫。橘猫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忽然朝着小三花的方向炸了毛，然后喵的一声，转身就跑到草丛里去了。哎，看来我听不懂活着的猫咪的话，活着的猫咪也看不到小三花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它就是招财啊！走，金子，我带你去买吃的。猫不叫金子，猫有名字的。叫什么？喵呜，猫不记得了，但猫肯定不叫金子。你就叫金子。人，猫再说最后一遍，猫不叫金子。我给你买鱼。好的，猫就叫金子。很快，我们到了专门卖宠物的纸扎纸钱的店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需要？应有尽有，任君挑选。金子，你想吃什么随便挑。猫要这个，猫还要那个。当我拎着一整筐零食去结账的时候，店主显然是被我的阵仗给吓到了。你肯定很奶你的小猫，看你挑的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，想必都是他以前最爱吃的。带着贡品回家后，社区群里有人艾特了我。小三花是我丢的猫，什么时候方便上门领？小三花一听主人要来接它，高兴地将我买回来的纸鱼吃得精光。看着它满屋跑酷的样子，
我却犯了难。若是他来了，发现自己的猫已经变成了鬼，会不会当我是神经病？第二天一早，群里那个艾特我的人就来了。谢谢你替我找到了猫咪，这几天它失踪了，我着急的不行，若是真的丢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抱猫回来。看着男人的眼睛里掩盖不住的迫切，回到房间，我偷偷问了小三花：“这是你的主人吗？”猫不确定，但这个人身上有猫的味道，猫的主人是他吗？我再去问问他。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刹那，我就被眼前的场景给吓住了。那男人已经把西装外套脱下，而衬衫之后纠缠着好几十只猫咪的魂灵，它们在他的身后拼命挣扎，痛苦嘶吼着。金子，你看到了吗？人，这些猫都是枉死的，跟我不一样。英勇牺牲后，我用生前的功德和阎王打了个赌，我需要变成7种动物，只要都能被认出来，我就可以复活。失败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地府帮工。而我变的第一个动物是一只南方大蟑螂。生前我刷到网络热梗，妈妈，如果我变成蟑螂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转给妈妈，妈妈说我即使我变成蟑螂，也会是最可爱的一只，她会好好把你养起来，还说如果认不出来，我爬到她的鼻子上，她也能闻到我的味道。那时我没想到随口的玩笑会变成现实，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南方大蟑螂，还出席了自己的追悼会。局里的领导同事都来了，他们表情肃穆，而我妈安胜女士只是几天不见，头发几乎花了一半。本蟑螂难过的要了命，伤心的2条触须颤了又颤。作为一只人人喊打的大蟑螂，我不敢在众人面前轻易露面，我怕还没被妈妈认出来就被鞋底制裁。我等了很久，等到吊唁的客人散去，只剩了安胜女士在我的遗像前麻木地折着手里的金箔纸。星星，妈的星星，回来看看妈吧，妈想你，妈给你烧很多的金元宝，听说那边托梦很贵，妈多给你烧一些，来妈妈梦里吧。我听不下去了，从隐蔽的角落爬出，快速爬到了自己的遗像上，精准地找到了月牙疤的位置，整只蟑螂呼了上去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。安胜女士一抬头，看到遗像上趴着的蟑螂，忽然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。星星，是你吗？星星，你回来看妈妈了是不是？我妈一定想到了我之前同她开的玩笑。如果你是我的星星，就爬到妈妈鼻子上，好不好？向来胆小的安胜女士凑近了我，眼中含泪，目光希冀。我抖了抖翅膀，飞到了她身上，然后爬到了她的鼻子上，不动了。妈妈，是我。我好想发出声音，但我现在只是一只惹人讨厌的大蟑螂。妈妈笑了，眼泪也顺着脸颊滑落。是我的星星，我就知道变成蟑螂星星也是最可爱最漂亮的一只。耶，我被妈妈认出来了。第一次就如此轻易，我对后面6次被妈妈认出充满信心。我高兴地抖抖翅膀，安胜女士把我小心翼翼地拢到手心，捧着我，如同捧着绝世珍宝。星星，别着急，跟妈妈回家，妈妈给你找个漂亮的盒子，你不要乱跑。她小心地拢了我一路，回家后翻箱倒柜，终于被她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铁皮糖果盒，这是我在上海出差时带回的。安胜女士对里面的糖果不太感冒，但对这精美的铁盒子大加赞赏，收用为针线盒。而现在，她把里面的针线零碎东西一股脑全倒了出来，把我珍重地放了进去。蟑螂喜欢吃什么来着？星星乐了吧，我给星星弄吃的。我摆摆触须，想告诉妈妈不用客气，我一会儿就自杀，变成下个小动物来找她，饭就不用吃了。话说蟑螂有饿死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毕竟是第一次做蟑螂。安胜女士搞来了面包碎、米饭，甚至下厨做了新鲜的炸鸡，我的面前堆成了食物小山。星星，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东西啊？你不吃东西的话还怎么陪妈妈？妈妈好不容易又见到你。好，我认输，我看不得妈妈为我掉眼泪。我埋头哼哧哼哧地吃了起来，真香。妈妈慈爱地看着我，把手指伸到铁盒里，我凑上去抱住妈妈巨大的手指，依恋地蹭了蹭。明月西沉，朝阳初升，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。安胜女士睁开了眼，她看着怀里的铁盒，轻声道：原来不是梦。当然不是，妈妈，你最爱的儿子在这里。她满足地笑起来，星星变成蟑螂留在妈妈身边，这样也不错。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敲门声，来人胡乱拍着门，格外扰民，来者不善。安胜女士把我放到客厅桌上，起身开门。怎么开门那么晚？我孙子都在外面等急了。还没进门，来人就翻了个白眼。他挤开了我妈，就自顾自牵着孩子进了门。高颧骨，三角眼，面上的是块贪婪多年未改。按血缘论，我该叫她舅妈，但安胜女士早在结婚后就和娘家断绝了关系，因为她不愿意顺着娘家心意去换高额彩礼，就连原来的名字安胜男也改成了安胜。娘家早跟我妈这个白眼狼断了联系，多年来不闻不问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舅妈张艳兰进门先打量了一圈房子，撒手就让孙子自己去玩。熊孩子在我家东跑西跳。哎，老妹妹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儿子都没了，血脉都断了，养老还不得指望我们啊？都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哥还能不管你？我儿子你就当你儿子，我这大胖孙子你就当自己孙子就成。我不靠你们，我儿子那么好，谁想要你那副不上墙的孩子？再怎么好也是死了，也不知道偷着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让阎王爷收了气。我看你可怜，才上门来给你个机会和好，你保不领情。我儿子是英雄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手上现在不少抚恤金吧？听说给了50万，那么多钱你哪里花得完？你侄子最近手头有点紧，
先借你侄子40万，他肯定念你的好，到时候养老不就不用愁了。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我在铁盒里听得也快气炸了。就在他们争吵期间，熊孩子看到了桌上精美的糖果盒，手已经够到了，我顿觉地动山摇，抬头就跟满脸惊恐的熊孩子来了个对视。坏了！熊孩子哇的一声，铁盒被摔到地上，随即一只巨大的铜鞋从天而降，我被熊孩子踩成了一滩蟑螂饼。安胜女士看到摔到地上的铁盒，又看到了被踩成平面的我，呆住了。她不可置信地跪坐到冰凉的地板上，颤抖的手把我的蟑螂尸体捡了起来，喉咙中挤出一阵崩溃的哀嚎。安胜女士的视线移到熊孩子身上，那眼神恨不得让他偿命。哎呦，我家大宝帮你打蟑螂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我看你是神经病了，不就才死了一只蟑螂吗？安胜女士摇晃着起身，去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。张燕兰吓得拉着哭闹的熊孩子就跑，一边跑一边骂：你疯了，神经病，疯子！人终于走了，安胜女士背对着房门瘫坐在地上，泪流了一地。我好想去抱抱她，但灵魂被一阵强吸力吸走。第二次，我变成了一只浑身翠绿羽毛的鹦鹉。花鸟市场上，我在笼子里抻着脖子四处打量，店里来了个西装男，想买只聪明的鹦鹉，能陪家里长辈说说话解闷。老板热情地推荐了我旁边的鸟，开口就要5万。西装男大概是觉得贵，又看向我，问我什么价钱。这个连话都不会说，你诚心要300卖你。西装男还在犹豫，我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我一展歌喉，开口就是：好好好，就要这只。老板脸都绿了。跟西装男回去的路上，我正想着怎么脱身，却不想他走的这条路却格外熟悉。这不就是去我家的路吗？他敲开我家房门的时候，我还没回过神，这人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？安胜女士一脸憔悴地开了门，原本的白发一直没有打理，新的白发又冒了出来。师娘。通过他们的交谈，我慢慢认出了他，我爸生前带的那个徒弟啊，当半个儿子看来着。我当时还吃过他醋呢，后面说他执行机密任务就没见过了。我爸的葬礼他也没能参加，原本我还想着怎么来找妈妈呢，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等他走后，我立马高兴地飞起来，对着安胜女士叫喊：妈妈妈妈妈妈，我是星星，我是陆安星，我又回来了。郑杰这孩子，教你说这个费了不少时间吧？坏了，我成自己替身了。安胜女士，你怎么能认不出你可爱的儿子？我上次变蟑螂你都能认出来的。我和闺蜜为了3000万，一起嫁给顾家的植物人双胞胎兄弟。他嫁哥哥，我嫁弟弟。我俩每天在病床前嗑瓜子，长得真的一模一样哎。下面是不是也一样？顾家双胞胎车祸后变成植物人的消息满天飞，医生道士齐上阵，愣是没用。刚巧我和闺蜜，一个是道士，一个是医生，他们就是一辈子醒不来。我这个当妈妈的也不能让他们一辈子没女人。顾女士，如果您要给他们选妻子，我和这位乔医生很合适。您看看，我们若是与您儿子结婚，必然用心照顾，想尽办法让他们醒来。在我一通巧舌如簧下，我和闺蜜嫁进了顾家。顾女士放话，3年后离婚，人没醒给你们3000万，人醒了3个亿。我私下里跟闺蜜谋算，3000万，咱们分分，一年也有500万，去哪找这么个好工作？乔安安点头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顾岭和顾星睡得很安稳，有钱就是好。安安，你猜那串绿葡萄多少钱？80。800。乔安安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我和她都是孤儿院出来的，没咋见过有钱的世面。按照顾女士的要求，我们一天必须有10个小时要陪在病房，还有一个硬性规定，不能玩手机和电脑，每天只能聊天、嗑瓜子、猜价钱。不过也很舒服，有吃有喝，护理工作也有专人处理。一晃3个月过去了。安安，这两人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哎，下面是不是也一样？看看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看哥哥，我看弟弟，咱们都是登记过的正经夫妻，看看自己男人咋了？可是各看各的，怎么比较？他的问题很关键，我找出软齿，他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们各自在被子的掩护下忙活。18，也是18，还真一模一样。你脸红啥？当医生的不说病人，模型也看过那么多呢，这不一样。好吧，我看着床上的顾星，嘿嘿2声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男人呢。忽的，我感觉顾星的嘴角勾了勾。安安，这个弟弟好像笑了。安安急忙过来，一通检查后，没醒呢，你的错觉，差点就3000万变3个亿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听到我们在旁边说话啥的？有可能。那他们要是醒了，知道我们刚才做的事了怎么办？放心，醒不来。为啥？国际专家会诊几10次了，都断定醒不来，怕什么？你别生气哦，我刚才实在是好奇才亮的。如果你觉得不公平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胸围36D。病房里很安静，我和乔安安下午5点准时下班。我们不知道的是，待我们走后，病床上的2个男人睁开了眼。哥，我是19。滚蛋！第二天，我掐指在病床边转，乔安安正在一旁看医书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按照我算的卦象，他们俩早该醒了才对。还有，
顾星昨天偷笑了。林南，植物人做梦会笑是正常的。宝，植物人被挠痒痒会躲吗？我把羽毛递给安安，在我的监督下，他开始挠痒痒。顾岭倒是皱起眉头，好似在做噩梦，表情很痛苦。不玩了，待会顾女士突击检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完了，病房的角落里有个摄像头。顾女士疼儿子可是出了名的，要是看到我们这样对待她昏迷中的儿子，肯定要找麻烦。果然，没过多会，顾女士就踩着恨天高来了，她气得面目狰狞。你们两个给我去庄园打扫卫生，打扫1星期，好好反思。被保镖拖走时，我很不甘心，因为我又看到顾星偷笑了。病房里，顾星慢慢地坐起来，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哥，林南要把我折磨死了，咋办啊？你自己媳妇儿，你问我？嫂子真偷看了，真没想到，嫂子瞧着挺淑女，背地里干这事呢。都是你媳妇带坏的，关我家林南啥事啊？他可老实了。顾女士看着2个儿子，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，出门逛街去了。之后在病房里，我和乔安安非常老实。安安每日看书，我嗑瓜子，吃零食。从结婚合约生效后，我已经1年没接触过外界，别说手机电脑，就是电视也不曾见过。1年了，我心中一直生疑。一般来说，植物人需要插尿管，这对双胞胎却不用。营养液输再多，身体也会逐渐消瘦，但他们没有，他们结实健壮，甚至隐隐能摸到肌肉。我怀疑他们半夜起来锻炼，奈何没有证据，也没有缘由。可他们若真醒了，为什么要在床上躺整整1年？安安，他们是不是不想给我们3个亿？咱们之前就怀疑这2兄弟已经醒来，事实上也有挺多蛛丝马迹能证明。那他们明明醒来了，却装作不醒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不想给我们3个亿。顾氏集团市值几千亿的大公司，为了省这3个亿，2兄弟在床上装植物人，有道理。我又和安安一通商量，最后我站在病床前对着2人说：“2位顾总，我知道你们已经醒了，也知道你们不想给我们3个亿，确实我们没做太多，拿那么多钱也不好。这样你们不用再装了，还是按照合同上写的3000万，咱们再离婚，如何？”床上的帅哥没反应，我苦口婆心又一顿说，劝他们想开点，别太抠门，3000万对他们来说不过9牛1毫，给了我们又能怎样？当天下午5点，我和安安下班，病房里兄弟俩睁开眼。哥，咱醒还是不醒？你醒我就醒，醒了就得离婚，咋办？林南还觉得我是抠门才不醒，他觉得我舍不得给他3个亿，我在他心里的形象都要崩塌了。你少说几句，公司里的活还没干完。顾星想到堆积一整天的工作，心如死灰。2兄弟抬头看向窗外，心里同时发出感叹：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哥，我有一计。顾星醒了，但人傻了，他的智力水平保持在6岁，除了他妈只认我。被抱着喊宝贝老婆的时候，我眼前一黑，真傻了。我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天啊，什么情况？安安也懵了。一通检查后，发现顾星颅内淤血，真的影响到智商了。我掐指算了又算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出了情节。老婆，你为什么不哄我？顾女士，她醒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顾女士哭得更大声了，他们娘俩哭得此起彼伏。旁边病床上的顾岭还闭眼躺着，病房里一团乱。我和顾星被接回顾家，顾女士抹眼泪。我年轻的时候创业，年纪大了才是管生的他们2兄弟，他们也没爸爸，现在顾星就认你。云南答应的3个亿我转你账户，星星刚醒，阿姨能不能麻烦你再照顾他一段时间？放心，钱给够。我爱富婆，顾女士出嫁1年3个亿，我表示我能照顾顾星到他进棺材。顾星状态不太好，很粘人，他时时刻刻待在我身边，甚至睡觉也要抱着我。顾女士依旧不给手机、电脑和电视，不让我们和外界接触。老婆，你怎么不看我？看你，眼珠子都粘你身上好不好？好。顾星人帅又可爱，我的心思难免荡漾。只是荡漾3个月后，我就发现不对劲。半夜，每当我睡着后，顾星都会偷偷起床，然后去书房。我穿过来时，原主的脑子刚被丧尸吃光。他们说丧尸只爱恋爱脑，我信了，一脚把爱男主爱的死去活来的女配踹进了丧尸群。可是他被丧尸嫌弃的推了回来。乔姐姐，你的泡面。意识还没有清醒，我就下意识的把手伸了过去，系统连忙出声提醒，他要把你的晚饭丢到地上了。我立马反应过来，往前走一步，把倾斜到我这边的泡面给端住，然后往旁边挪一步，眼睁睁看着恶毒女配摔趴到地上。真是的，差点害我饿肚子。他可真恶毒。可不是嘛，第一次遇见不让我吃饭的，他死定了。小队其他几个男成员把他扶起来，母鸡护崽似的对我开起了炮火。乔叶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你要是扶住柳如烟，她就不会摔倒了。你就不能善良点吗？一桶泡面而已，柳如烟可是活生生的人啊！什么东西？怎么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？我就他泡面翻了，你们替他赔？当然。他们语气肯定，
充分展示着他们的男性光辉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把手抬起来，露出只剩一半的泡面。那你们赔吧。就算我接得快，泡面也还是撒了一半，就剩这么点，我可吃不饱。你又没有救柳如烟，我们凭什么赔？可我的饭是他打翻的。几个男的一听我这么说，立马哑火，互相看了几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我嫌弃的撇嘴，所以他们刚刚在口出什么狂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柳如烟傻眼了，看看身后的几个男人，眼神失望，她眼睛微红，掐着嗓子看着我。姐姐，是柳如烟错了，柳如烟赔给你。把我的赔给你，你别为难他了。我管你们怎么说，只要赔我就行。我拿过他的那桶，心里美滋滋。剩下俩男的咬咬牙，也递了过来。我的也给你，你别为难他。我去，半桶换3桶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我直接都拿过来，理都不理他们，扭头就跑去加热。系统，我突然觉得那个恶毒女配还不错，给了我这么个好机会。那还不是宿主你聪明，嘴真甜，夸得我都不好意思骂你了。我把4桶泡面摆在眼前，呲溜呲溜的吃着，全然不顾旁边几人充满怨气的眼神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被别人看着，这泡面更香了。童子，以后多给我搞点这种任务。吃饱了，任务我还能不做吗？别总把我丢到饥荒年代，让我跟疯子抢吃的。宿主的意愿已经传达了几次，都被驳回了。宿主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拆散男女主，走上自由巅峰，你可得快点完成啊！我不，我的人生玩的就是快乐。给系统禁了言，我继续吃着。大门被打开，男主萧然带着女配走了进来。他一走进来，柳如烟就哭着扑了过去。萧哥哥，你能不能把咱们的物资再给他们几个分一点？一进门就要分物资，萧然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还是耐下性子哄着他，问他怎么了。然后柳如烟就当着我的面添油加醋的把实情告诉了萧然。其他几个男的也是一副我欺负了他们的样子。萧然皱着眉，看我桌子上还有2桶没动过的，直接说：把这2桶还回去，那1桶我就不计较了。敢抢我吃的，就是在跟我作对。我管你什么原男主和新女主，都要挨骂。那你赔我？你不就是怨恨我跟如烟在一起了吗？至于这样吗？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惹萧然哥哥生气了，我把他还给你好不好？哎，可别，他都脏了，我不稀罕，你俩锁死吧。这人说是脏东西，萧然脸黑的不行。为了捍卫他的男性尊严，他冷下脸说了句：乔叶，你再无理取闹，就别怪我不顾往日情分，把你给赶出去。你没事吧？这是我的房子，要滚也是你们滚吧。柳如烟把你伺候的魔怔了，想鸠占鹊巢。我把最后4个字咬得极重，意有所指的看着他们2个。这2人也是真般配，想的做的都一样，一个抢原主男朋友，一个抢原主房子。被这么说了一通，萧然他俩脸都绿了，但偏偏又不能硬气的直接就走，因为天黑了，外面很不安全。我看着他们脸色不停变换，心里高兴的不行。其他几个男生看情况不对，又舔着大脸来讲和。乔姐，萧哥也是担心你吃不完，看你浪费，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浪费？不可能的事。我没说话，只是花了3分钟时间，把剩下的都吃完了。全场皆静，柳如烟眼睛瞪得老大，不可思议的看着我。我装作看不见，擦了下嘴。瞎担心个屁！再来几桶，我也能吃完。如烟呐，你看你，男人都抢了，我的项链就还给我吧。我也不容易，男人就算了，不重要，但项链可是我的命啊。什么项链？还给他。柳如烟支支吾吾的不说话，脸色逐渐苍白。我渐渐向他逼近。就是你爬上萧然床的前1夜，你问我要的呀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句灵魂发问，让其余几人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，往萧然那边扫了好几眼。萧然顿时脸色通红，咬牙切齿：还给他！柳如烟被他吼得吓了一跳，不甘地瞪了我一眼，把项链丢了过来。我把项链揣兜里，笑容满面。哎，早这样多好，非要我说实话。这么晚了，大家都早点洗洗睡吧。这次你说的话我就不计较了，下次别再这样了，很没有礼貌和教养。端地是一副高高在上，指指点点的模样，可我对于这种没事找事的人，向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礼貌。我微笑着对回去：你爸争分夺秒的造出个你，他就礼貌了。你！萧然额头青筋暴起，抬起手就要扇我，我反应得快，直接拿起柳如烟吃剩的泡面汤，一滴不剩的泼在了他的脸上。萧然捂着脸大叫，我就站在那里看着，还冲着他蹲下的身子比了个中指。回到房间，我把项链拿出来，直接滴血认主。宿主，这个项链不是已经被认主了吗？现在这个阶段，柳如烟还没有夺走原主全部的女主光环，就算男主喜欢她，配角爱她，这些也都是小部分的人而已。天道并不承认她，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来。而这个空间是天道给原主的金手指，天道不变心，他的第1位主人就永远都是原主。那宿主打算怎么办？给他的空间挖个洞，弄个单向传送门。啊，不错。我把手上的手镯也弄成空间，连接到传送门上，一点点地挪着女主的物资。你还非要一点点折磨人家，都是为了任务。第2天，
我坐在餐桌上，把大半的食物都搁在自己这边，其余几人敢怒不敢言。吃完手边的，我盯着稍远的一份煎饺看了一眼，还没动，就有人给我递了过来。我侧头看过去，是女配林星。你不是想吃这个吗？对，谢谢。我道了谢，接住盘子，小口吃着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不信他的目的单纯。林星人物经过，查一下。林星原文和现文都是跟随男主的一个强者，容貌冷艳高贵，可两次的结局却截然相反。原文中他顺风顺水，位高权重，现文中他处处碰壁，最后为陷女主挡刀而死。他主动挡的刀，是柳如烟嫉妒他的美貌，设计陷害他的。那他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靠近我？他昨晚重生了。我每天都想爬上校草室友的床，只因绑定了男主攻略系统，只要完成任务就能获巨额奖金。恭喜你，抽中室友池素，任务发布，每天给池素送1朵玫瑰和1颗糖，几次奖励1000人民币。刚上大学很缺钱，我二话没说，花了20块买了1支玫瑰和1袋糖，万一是真的呢？20块钱的豪赌，不亏。送你，开学快乐。我把玫瑰和糖放到池素桌上，他握在鼠标上那骨节分明的长指动了动，手机这时响了一下，支付宝到账1000元。我靠，是真的！我努力压下喉间的欢呼声，激动的想亲他一口，但我不敢。池素不爱说话，额前碎发下的双瞳漆黑，2只耳朵凑起来7、8个耳钉，像动漫里那种需要依靠疯狂爱上点什么来长出血肉的阴暗批。任务发布，和池素一起吃饭，1次5000元。池素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一起，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店，走吗？今天没课，我带你去外面晒晒太阳，补补钙。池素好像很吃这套，他低着头慢吞吞的跟在我身后出了门。我用手肘轻轻的碰了池素一下。你长得很好看，不要总是低着头。别碰我。好好好，你声音真好听，多说说话呗。对于财神爷，我向来不吝啬夸奖和耐心。没多久就来到地心餐厅，没想到居然碰见了池修，一个嚣张的海王富二代。此时他正在低眉顺眼的哄他旁边的娃娃脸男生。那居然是江青。我怀疑我看错了，使劲眨了眨眼，灼热的目光让闹别扭的2人齐齐看了过来。江青愣了一下，推开池修走过来。乐可，你可别跟我爸妈说啊，我怕他们接受不了。你就是那个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发小？不是，蒋小青，你跟我来。我刚要起身，脚腕被勾住，一双雾蒙蒙的眼睛在桌底下直勾勾的看着我。池素指了指自己的卫衣帽带，原来是他在捡东西时被我裤脚的纽扣绕进去了。池修搂着江青在对面坐下，斜里邪气的挑眉。有什么话是我这个男朋友不能听的吗？你是不是听了学校里的谣传？其实他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个长了一张渣男脸的人能多好？你可别恋爱脑啊！这时脚踝骨被什么轻轻挠了挠，我低下眼，只见池素蹲在那安静的解带子，心里头有什么正在悄然苏醒。这个高度和角度，我根本听不进江青都说了些什么，3、2句将人赶回了他们桌。解开没？没。快一点！好不容易解开了，我刚松的那口气还没松完，又倒吸一大口。池素撑着我的腿爬了出来，坐到我内侧的座位。你喜欢他吗？惊喜任务，给池素暖手10分钟，1万元。你手很冰，我帮你暖暖。你还没回答我。我现在比较喜欢你，财神爷，求你快给我手。财神爷可能会读心术，他把手放到我手心，10分钟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一顿饭下来，除去饭钱，净收入13000元。回去的时候夜已深，路上寒风冻雨，池素冻得鼻尖泛红。我把外套脱给他披上。为什么突然对我好？因为我对你好有钱拿，因为想跟你交朋友。池素闻言，低下头轻轻哦了一声，像个小可怜。人在紧张的时候有800个假动作，比如我现在被迷得七荤八素，还要假装我很冷静。靠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勾人？回到宿舍楼，正好碰见下晚课的大部队，黑压压的人群把我们往电梯里挤。我不着痕迹地把池素圈在了电梯角落，身体间的缝隙小得微不可及。你喜欢上我了吗？谁喜欢你了？电梯里骤然安静，大家都看了过来。我头皮发麻，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池素没再理我，带着低气压回了宿舍，洗漱、上床，全程安静无言。惊喜任务掉落，给池素暖手暖脚，哄睡，奖励5万元。我趴到床沿看了看室友大白和小黑，这俩还戴着耳机打游戏呢。我放下心，隔着床帘悄声问池素：“你是不是睡不着？我看你被子有点薄，我的也薄，我们叠一块就厚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池素不出声，我象征性敲了敲床帘，他忽然撩开床帘，顺滑的黑发垂在眼前。被子拿来，人我不要。你想冻死我吗？床很小，被子可以叠一块，人也要叠一块吗？挤一挤够睡的。我不喜欢。那你趴我身上睡，我给你暖身子。好。睡醒已经中午了，我全身都麻了。池素将下巴搁在我身上盯着我，一睁眼就是美颜暴击。我睡懵了，以为在做梦，直接按着他后脑勺亲了上去。池素看着我，没说话。对不起，我睡傻了。那你想的是谁？该怎么说？说我看见的就是他，想亲的也是他吗？这么说会不会被打死啊？池素见我犹豫，沉默着起身下床，又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。他会不会把我当变态了呀？
我特别尴尬，都不敢找他吃饭了，一整天过得战战兢兢的。后半夜雷雨大，气温骤降，特别冷。任务发布，上天台陪迟速淋雨，奖励10万。就不能带把伞吗？非要淋雨？我找出我最保暖的羽绒服，冲上了天台，在天台找到了蹲在角落里淋雨发呆的某人。他静静地望着地面，用手指在积水上面勾勾画画。妈的，把自己搞这么可怜干什么？我会忍不住的，忍不住想保护他。你喜欢我吗？好像是有点喜欢上你了。说完，我紧张的不敢呼吸，不知道是怕财神爷远离我，还是怕喜欢的人厌恶我。他哦了一声，又发呆了。就这样，然后呢？不说点什么？回去了。他洗完澡出来后，脸泛起潮红，我皱眉，上前摸他额头。发烧了，真是脆皮小蝴蝶。我翻出压箱底的退热贴和退烧药伺候他，真是操碎了心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伺候着伺候着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。转眼到了圣诞，天气预报圣诞这天会有初雪，我说晚上要带迟速去天台等初雪，其实是我单方面承诺，他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。我先下楼去买了苹果和玫瑰，口袋里揣了糖，回到宿舍楼下碰见了远房亲戚家的妹妹。有个男生追着我不放，非要给我塞礼物，哥，你能假扮下我男朋友，躲一下这桃花债吗？行。被搂上手臂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自在，心虚的抬头看了眼宿舍阳台的位置，这一看魂都吓飞了。